年内第3次访俄的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与俄外长拉夫罗夫1号在莫斯科举行了战略磋商，双方表示将推动关系再上台阶。而就在俄朝发布公告隔天，美日韩突然开展联合空演，美军还出动 B-1B 战略轰炸机展现了美韩同盟一体化的延伸威慑，对抗情绪螺旋升温，半岛局势会否一触即发？美日韩3国3号在济州以东的日韩防空识别区重叠空域举行联合空中演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直言，演习旨在反制朝鲜本周发射火星炮19型洲际弹道导弹，应对日趋升级的朝鲜核岛威胁，并展现美韩同盟一体化的延伸威慑执行力和美日韩在安全合作方面的坚定意志和力量。深圳卫视注意到，朝鲜射弹当天，美韩就举行了大规模联合空演，双方共有110余架有人及无人军机参演。而在3号的演习中，韩国出动主力战机 F-15K 和 KF-16，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 F-2，美国则派出 F-16多用途战斗机以及重磅战略武器 B-1B 轰炸机等。韩联3强调，此次演习是以 B-1B 在美日韩3国战斗机的护卫下前往目标地点，展开迅速、准确的打击假想目标的方式进行。韩联3还提供了一张去年12月20号美日韩联演照片，3国出动机型与此次基本一致，美军 B-1B、F-16和韩军 F-15K、日本 F-2一起飞越济州岛。观察指，此类联演旨在提高3国空军的作战协调能力和应对紧急情况的反应速度，而 B-1B 的加入则增强了演习的远程打击和战略威慑能力。B-1B 战略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达 1.25 马赫，最大航程 1.2万公里，从关岛飞至朝鲜半岛仅需2小时。这是 B-1B 今年以来第4次飞抵朝鲜半岛。6月 B-1B 参加美韩联演时，还曾与2架韩国 F-15K 合作投掷了超200公斤重的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展现对纵深标的的精确打击能力，剑指朝鲜战略目标意图明显。而此次演习也是美日韩年内第2次联合空演。今年4月联演时，美军派出的是轰炸机3巨头的另一款 B-5H 战略轰炸机参演。韩联3指出，今后美日韩3国将基于紧密合作，逐步扩大安全合作，遏制和携手应对朝鲜威胁。目前半岛的形势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紧张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美韩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首先这样的话，朝鲜有更正当的理由去发展自己的国防能力，然后另外就是朝鲜可能会更加确信加强核岛能力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美韩对朝鲜的敌对态度并没有改变。事实上，今年以来，美韩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有意将核对抗措施纳入作战计划，加强韩国军队与美国核力量的整合。分析认为，美韩试图通过展现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在东北亚地区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做法只会使得半岛局势更加紧张。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号就发表声明称，美韩将半岛推向战争境地，朝鲜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努力增强自卫能力。发言人指责华盛顿和首尔今年已策划了20多次战争阴谋，进一步细化万分危险的核战争脚本，谴责和反对敌对势力无法无天的双重标准和贼喊捉贼的诡辩。发言人强调，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炮19完全是朝鲜行使合法的正当自卫权。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敌研究院2号发表白皮书，并通过朝中社官网进行公布，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批判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错误行为，指责其撕毁919军事协议，同美国炮制华盛顿宣言，把美韩同盟升级为以核为基础的同盟，并全面实行美韩核磋商小组和朝鲜半岛核作战指针，还与日本和北约进行更密切的军事勾连。深圳卫视查阅朝中社网站发现，针对韩国总统本人的白皮书仅此一份，且历史记录中有关朝鲜对敌研究院的内容也仅此一则。开院信息中几乎查不到有关该院的资料，但从该院调查后出具的报告可见，朝方相关机构对韩国政坛各类信息掌握细致全面，包括尹锡悦总统办公室人事安排、韩国医疗系统罢工情况，甚至尹锡悦与夫人金建熙的关系等内容。
分析认为，对敌研究院应是今年1月朝鲜改变对韩政策，并调整原先对韩机构后新出现的机构，其职能可能像之前的统一战线部、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等机构一样，专司对韩事务，只不过名称已由统一改为敌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民对深圳卫视分析，尽管朝鲜在官方表态中直接提及韩国总统本人并非个案，但也不是特别常态化的举动，体现了朝方对韩敌对调门的再度升高。随着朝韩关系的敌对化程度越来越高，可能朝鲜在官方表态中会越来越多的直接去批评攻击韩国的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近期一系列表态都传递出要坚定走拥核自保道路的信号。白皮书中提及，尹锡悦集团变本加厉的军事妄动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推动朝鲜几何级数般的积蓄核武器，不断提升核攻击能力。这几年来，朝鲜的核导能力，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法理层面、心理层面，都是逐渐完善的。它不仅把拥核写进了宪法，而且，有了明确的在什么情况下用核武器这样一套理论体系。所以，目前朝鲜可能在这种不断发展核导能力的道路上，应该是非常坚定的。正因如此，刚刚举行的俄朝外长战略磋商，两国进一步走近，挑动着韩国的敏感神经。朝鲜外务相崔善基1号对俄罗斯进行年内第3次访问，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战略磋商后，双方同意将坚定致力于全面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确保双方传统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根据双方披露的新闻公报，俄朝就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展开深入探讨。俄方对朝方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国侵略政策、确保地区和平稳定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完全支持。双方还一致同意继续进行部长级战略对话等对外政策部门的各层级对话。对于外界高度关注的朝鲜派兵援俄一事，俄朝双方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不过，拉夫罗夫称，双方军队和特种部队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并对朝鲜在乌克兰问题的原则立场表示感谢。而崔善基则在会谈中直接用同志一词称呼俄罗斯。韩国外长赵对烈则称，韩国将关注朝军参与战争程度，以及朝鲜将从俄罗斯获得什么回报。当有记者询问首尔是否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时，赵对烈表示正在考虑所有可能情况。此前，韩国已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扫雷设备等非致命性援助，且有消息称，韩国通过波兰、美国等迂回线路已向乌克兰提供炮弹。但分析指，一旦韩国直接对乌供武，半岛局势将发生危险升级。I think the danger could come if we start to see South Korean weapons killing North Korean soldiers, especially artillery shells. 如果韩国方面掌握了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一些关键的军事技术这一类的证据的话，韩国可能会这个铤而走险，向乌克兰提供这种杀伤性武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俄罗斯和韩国目前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他们都在观察对方的决策，然后采取本方的一个回应的方式。朝鲜对敌研究院周6发表白皮书，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批判韩国总统尹锡悦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美日韩联合军演也拉开序幕。那您是如何来研判当下的半岛局势？是的，美西，朝鲜方面公布的这份白皮书的标题还挺长的，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是尹锡悦团伙为摆脱最严重的治理危机而实施的邪恶计划的产物。你一听就知道，不满情绪是非常高涨的。白皮书甚至在结尾描绘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场景：乌鸦盘旋在龙山上空，宣告尹锡悦政权灭亡的悲惨命运。呱呱。是的，原文有拟声词。龙山指的是尹锡悦政权搬出青瓦台后的落脚点，韩国国防部原来的所在地，颇有些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萧瑟感了。白皮书重点罗列了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几大所谓罪状：撕毁919军事协议，与美国炮制华盛顿宣言，与美国实施朝鲜半岛合作战指针，
推进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与北约军事勾连，妄图将韩国变成21世纪所谓十字军东征的桥头堡。一言以蔽之，触动平壤敏感神经的是尹锡悦政府妄图军事推翻北方邻居政权的所谓挟洋自重行径。这与文在寅时期的南北兄弟叙事是完全不同的。在朝鲜看来，尹锡悦政权颇有些当年给殖民侵略者当带路党的民族罪人感。所以你会发现，朝鲜方面的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骂的那是一次比一次难听啊，但话糙理不糙。值得注意的是，发表这份白皮书的朝鲜官方机构叫对敌研究院，这恐怕是一个新面孔。从机构的命名上不难看出，朝鲜对韩国的取态与定义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以民族叙事、统一叙事来做南方工作，而是将首尔政权定义为彻头彻尾的敌人。认知影响决策，决策牵引行动，行动则引发后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朝鲜半岛局势确实在升温，而且背后的矛盾冲突指向性非常明显，只针对韩国尹锡悦政府以及背后的美国政府。在您看来，朝鲜半岛这对南北冤家会打起来吗？我个人倒是审慎乐观的。其实你细品朝鲜方面对外释放的信号，会发现，在平壤看似激愤的话语中，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尹锡悦政权，甚至是尹锡悦本人。十分详实的在论述尹锡悦上台以来在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内政失败社会治理失效的种种弊端。也就是说，朝鲜方面已经逐渐接受了尹锡悦这位韩国总统迫于支持率低迷采取的一系列转移矛盾、制造冲突的盘外招。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在我个人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曾在节目中谈到尹锡悦得票数只比李在明多了不到25万票，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韩国朝野和解、朝野协商难度极大，意味着尹锡悦的内政治理很难有效开展，自然也就意味着这位韩国总统会将主要精力用在外部环境的塑造，一切都围绕着执政的可持续性。回看这2年韩国政坛的纷纷扰扰，以及美日韩军事同盟的一系列动作，不正是这个趋势吗？2024年韩国国会选举，它再一次延续了朝小野大的局面，尹锡悦的日子只会一天更比一天难，搬出了青瓦台又如何呢？所以我们在观察朝鲜半岛局势的时候，不能大而化之的只看矛盾冲突的2个主体，也就是朝鲜与韩国，更要进一步看到这2个政权之间在认知上存在哪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金正恩能到文在寅一声兄长，能与特朗普在3·8线亲切握手，如今半岛局势骤然紧张，那么到底是谁变了？答案不是已经非常明显了吗？另一方面，随着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签署，朝鲜与俄罗斯正历史性的再次走近。我们又该如何来审视这个正在发生的重大国际局势变化？最近我有一个感受特别明显，那就是一张外交的大网横跨欧亚大陆，连通了东欧与东北亚，让俄乌战场与朝鲜半岛发生了共振。你能明显感受到环境正在起变化。围绕朝鲜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谈到，这是同样遭受国际制裁、被美西方国家合伙孤立，甚至是推到墙角的2个国家彼此走近今天我要在节目中反问一句：美西方国家，这个局面难道不正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本质上是认知与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塑造。预言本身它并不高明，反而是用心险恶我毫不客气地说，这些西方国家甚至还想把中国拉下水。我倒是还要问一句：如果中国真如他们所说的所谓全力援助俄罗斯，那这场仗早就该分出胜负了。我们今天就更没有必要讨论朝鲜出兵援俄这种所谓的伪命题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前2天那句话，我认为很有必要放大传播。他说，朝俄是2个独立主权国家，如何发展双边关系是他们自己的事，中方不掌握朝俄双边交往合作的具体情况。所以我先说结论吧，朝鲜与俄罗斯的彼此走近，是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美西方国家的直接压力，正是这股外力的挤压作用将他们粘合在一起，是结果，不是原因。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认为朝鲜与俄罗斯的联合带有某种冷战原罪的观点，这与事实不符，也并不公允嘛。至于在这对战略伙伴关系中谁赚了谁赔了，我觉得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认为朝鲜方面需要的不是俄罗斯在火箭技术与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反倒是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涉及军队体系化、信息化作战方面的力量倍增器。那么朝鲜在客观上是存在刚需的。某种意义上看呢，我认为朝鲜无论是核技术还是火箭技术都已经开窍了。要知道，从军工技术的角度去看，开窍才是最难的。很多国家就是被难倒在开窍之前。掌握基础科学、关键技术、核心工艺才是开窍的必要前提。到了这个阶段，朝鲜已经不太需要所谓的杨老师了。此外，我还想要提醒一点，千万不要用陈旧的眼光去审视今天的朝鲜。它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与牺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如果再以冷战时期的眼光去审视朝鲜，那将极有可能造成战略误判。